朋友们，最近国际上的大事儿你们关注了吗？伊朗这个中东国家又成了全球焦点。我跟你们说，现在伊朗的局势啊，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内忧外患全来了。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伊朗这事儿到底对全球经济有什么影响。先说说最近发生了什么。2026年刚开始，伊朗全国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从德黑兰到马什哈德，从伊斯法罕到库姆，几乎全国各大城市都卷进去了。老百姓走上街头，高喊面包、工作、自由。你们说这是什么情况？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呗。伊朗政府也不是吃素的，1月8号开始全国断网，互联网被掐断了。这一招够狠的，因为现在的抗议活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社交媒体组织的。断网之后，抗议活动确实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这就像是把压力锅的阀门给堵住了，压力还在那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炸了。第一部分，伊朗国内到底怎么了？咱们先得搞清楚伊朗国内为什么突然乱起来了。我跟你们说，这不是1天2天的事儿，是长期积压的矛盾集中爆发了。首先就是经济问题，伊朗的货币里亚尔那叫一个惨，2025年一年就贬值了近一半。12月底的时候，1美元能换142万里亚尔，创下了历史最低纪录。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你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个面包都得花更多，这谁受得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假设你一个月工资是1000万里亚尔，听起来挺多的吧？但是在2025年初，这1000万里亚尔还能换到7000多美元，到了年底只能换到3500美元了。你的工资名义上没变，但实际购买力缩水了一半。这种感觉就像是你的老板突然告诉你，以后工资只发一半了，你能不闹吗？更要命的是通货膨胀。2025年12月，伊朗的通胀率达到了52%，食品价格同比暴涨72%，医疗用品价格上涨了50%。我有个朋友是在德黑兰的大学教授，他跟我抱怨说，2025年下半年他的工资实际购买力缩水的特别厉害，到12月份的时候，他的工资换算成人民币也就3000多块钱。你们想想，一个大学教授都过得这么紧巴巴的，普通老百姓得惨成什么样？第二个原因是天灾加人祸。2025年，伊朗20多个省份遭遇了40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首都德黑兰都严重缺水，总统佩泽西奇扬都公开呼吁市民暂时撤离首都了。干旱导致农业减产，粮食价格上涨，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你们可能要问了，伊朗不是有石油吗？怎么会这么穷？这就得说到美国的制裁了。自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伊朗遭受了西方多轮制裁，石油出口受限，金融系统被孤立，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虽然伊朗想尽了各种办法规避制裁，比如说通过灰色渠道卖石油，但收入还是比以前少了很多。第三个原因是政府的财政困境，因为美国的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大幅下降。2025年6月，伊朗还和以色列打了一场12日战争，军事设施被炸得够呛，急需重建，这又是一大笔开销。政府没钱了怎么办？只能削减民生补贴，增加税收。这一下子老百姓更受不了了。所以从2025年12月底开始，德黑兰的商人、小贩们最先发起抗议，然后大学生、工人、退休人员都加入了，规模越来越大，成了202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第二部分，美国和以色列在搞什么？这时候美国和以色列也没闲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伊朗采取了更强硬的姿态。2025年6月的那场12日战争，就是以色列先动手，200架战机轰炸了伊朗100多个关键目标，炸死了20多个高级军事指挥官和9名核科学家。美国后来也直接参战，轰炸了伊朗3处重要的核设施。这场战争虽然只持续了12天，但对伊朗的打击非常大。伊朗的军事力量被极大削弱，核计划严重受损，民众信心也遭受重创。更要命的是，这场战争暴露了伊朗国内已经被以色列的摩萨德渗透的千疮百孔。你们想想，人家能精准地炸死你的高级将领和科学家，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内部已经被人家摸得透透的了。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又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调往中东地区，特朗普还公开威胁说，如果伊朗暴力镇压抗议者，美国就会出手救援，还说枪已经上膛，准备出发。你们听听，这像是什么话？明显就是在煽风点火，想趁乱搞事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跑到美国，跟特朗普商量怎么进一步对伊朗施压。甚至有消息称，
以色列计划再次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方面当然也不示弱，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在背后煽动骚乱。伊朗军方也表态，已做好战争准备，任何侵略行为都会遭到严厉回击。这里面的博弈非常复杂。美国和以色列希望利用伊朗国内的动荡，推动政权更迭，也就是推翻现在的伊朗政府。但你们想想，这可能吗？伊朗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强烈民族主义的国家，虽然国内有矛盾，但面对外敌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会团结起来的。美国和以色列的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让伊朗政府获得更多支持。第三部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经济的咽喉。说到这儿，咱们得重点聊聊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方真的太重要了，我跟你们说，它简直就是全球经济的咽喉要道。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2024年和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超过1/4的海上石油运输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当于全球石油消耗量的1/5。每天有多少石油通过呢？大约2000万桶。除了石油，全球约1/5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要经过这里，主要来自卡塔尔。你们想象一下，这么重要的一条水道，最窄处只有33公里宽，伊朗正好控制着海峡的北侧。如果伊朗真的被逼急了，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会发生什么？法国前情报官员莫尼克特说过，如果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数小时内油价就会上涨40%到50%。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咱们来算一笔账，2025年6月，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升级的时候，油价已经涨到每桶77美元以上。如果再上涨50%，那就是每桶接近120美元。你们还记得2022年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吗？油价曾经飙升到每桶128美元，那时候全球经济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可能有人会说，封锁就封锁呗，沙特阿联酋不是有替代管道吗？没错，沙特有一条东西输油管道，正常运输能力是每天500万桶，紧急情况下可以提升到700万桶。阿联酋也有一条管道通往富查伊拉港，运输能力是每天180万桶，但这些管道的运输能力总共也就每天400多万桶，跟每天2000万桶的运输量比起来，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平时说的原油，经过这个海峡的石油，主要买家是印度、日本、韩国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把原油加工成成品油，再卖到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超过30%的成品油是从韩国进口的，这一下子影响的就是整个全球的能源供应链。更重要的是液化天然气，全球第2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以及阿联酋的所有出口都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2023年前10个月，通过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900亿立方米，占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的20%。这些液化天然气主要流向亚洲，中国和日本是最大的买家。如果供应中断，亚洲的能源供应会受到严重影响，工业生产可能会放缓，甚至停滞。所以伊朗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真的不是说着玩的。虽然伊朗自己也需要这个海峡出口石油，封锁了对他们自己也是巨大的损失，但你们要明白，当一个人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伊朗这是在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第4部分，石油市场的猫鼠游戏。说到伊朗的石油出口，这里面可有意思了。虽然美国制裁的很厉害，但伊朗的石油并没有完全卖不出去。你们知道谁买了大部分吗？中国。根据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伊朗的石油出口创下了自2018年美国制裁以来的最高纪录，日均出口量突破220万桶，其中90%都流向了中国。这些石油是怎么运过去的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灰色操作的网络。伊朗有一支影子舰队，包括253艘油轮，这些油轮在马来西亚附近的公海上把原油泵入其他船舶，然后这些船把货物申报成马来西亚原油，再驶向中国。有时候他们会关闭船舶的应答器，让外界追踪不到；有时候他们会把伊朗原油贴上其他国家的标签。总之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暗度陈仓。美国当然也不是不知道，曾经制裁了13艘参与运输的油轮，但效果有限。用一名制裁专家的话说，伊朗人非常善于发现漏洞，
他们欺骗船舶跟踪系统，假装在某个位置，实则出现在另一个地方。中国为什么愿意买伊朗的石油呢？首先是价格优势，伊朗原油通常比布伦特原油便宜8到10美元，这对于中国的民营炼油厂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你们想啊，对于这些炼油厂来说，原料便宜8到1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利润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谁能拿到便宜的原料，谁就有优势。其次，这是能源安全的考虑。2025年，欧美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中国需要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渠道，所以中国一方面增加伊朗石油进口，另一方面扩大从俄罗斯、巴西的采购，把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降到了45%。更有意思的是，中伊贸易大量使用人民币结算，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但美国的态度也很微妙。2025年6月，特朗普突然表示中国可继续购买伊朗石油，财政部甚至解除了对部分中国炼油厂的限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2025年中期选举前，美国汽油价格同比上涨超过50%，允许伊朗原油流入市场，可以短期压制油价，提升民意支持率。你看，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里面的博弈非常有意思。美国一方面想通过制裁来遏制伊朗，另一方面又不想让油价涨得太高，影响自己的民意支持率。所以对于中国的购买行为，美国有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又出来制裁一下，显示自己的存在。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让伊朗和中国都找到了操作空间。第5部分，全球经济会受到什么影响？好，聊完了伊朗国内的情况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咱们来具体说说伊朗的局势到底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第一个影响当然是油价。我刚才说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油价可能在短时间内飙升到120美元一桶。但即使没有封锁，仅仅是局势紧张，也足以让油价上涨。高盛银行就警告过，在极端风险情况下，国际油价可能大幅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师也说，如果伊朗石油出口受扰，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升至每桶80美元。油价上涨会带来什么后果？首先，通货膨胀。石油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油价一涨，运输成本上升，商品价格上升，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2022年俄乌冲突的时候，全球通胀率飙升，很多国家的央行被迫大幅加息，导致经济衰退。如果伊朗局势失控，我们可能会看到类似的情景再次上演。你们可能会问，油价上涨对产油国不是好事吗？确实，对于沙特、俄罗斯这些石油出口国来说，油价上涨意味着更多的收入，但对于大多数石油进口国来说，这就是一场灾难。而且，即使是产油国，也要考虑长期的影响。如果油价涨得太高，会抑制全球经济增长，最终导致需求下降，油价又会暴跌。这种大起大落对谁都不利。第二个影响是全球供应链的混乱。你们可能不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不仅仅运输石油，还运输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全球第2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以及阿联酋的所有出口都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2023年前10个月，通过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900亿立方米，占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的20%。这些液化天然气主要流向亚洲，中国和日本是最大的买家。如果供应中断，亚洲的能源供应会受到严重影响，工业生产可能会放缓甚至停滞。这不仅仅是能源问题，还会影响到制造业、出口贸易，最终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你们想想，如果工厂因为没有能源而停产，工人就会失业；如果商品供应减少，价格就会上涨；如果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就会扩大。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会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第3个影响是金融市场的动荡。你们有没有发现，每次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黄金价格就会上涨，因为投资者会寻求避险资产；美元也会走强，因为美元被认为是避险货币；股市可能会下跌，特别是那些对能源价格敏感的行业，比如航空、物流、化工等。根据历史经验，地缘政治冲击对股市的影响通常是短期的，除非事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长期处于高位。但如果伊朗局势持续恶化，我们可能会看到全球资本市场趋于疲软，原油期货市场不稳定性增加。第4个影响是对特定国家的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中东地区的国家。阿联酋、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虽然有钱，但也严重依赖石油出口。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他们的经济会受到重创。科威特、卡塔尔、巴林这些国家完全没有替代的出口通道，会非常被动。印度、日本、韩国这些能源进口大国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印度80%的石油需要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东。日本和韩国更是能源匮乏的国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非常高。如果这些国家的能源供应出现问题，他们的经济会受到严重冲击。虽然欧洲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但中东仍然是重要的供应来源。而且，如果亚洲国家因为能源短缺而减少从欧洲的进口，欧洲的经济也会受到间接影响。美国呢？表面上看，美国自己的石油产量很高，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不大，但实际上，美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因为油价是全球定价的。如果中东石油供应中断，全球油价上涨，美国的油价也会上涨。而且，如果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美国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股市可能会暴跌。所以，即使是美国，也不希望看到中东局势失控。第6部分，中国的机遇和挑战。说到这儿，咱们得专门聊聊中国。伊朗局势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先说挑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2024年，中国每天进口的石油中有69%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海峡被封锁，中国的能源供应会受到严重影响。虽然中国正在努力多元化能源进口渠道，比如增加从俄罗斯、巴西、安哥拉等国的进口，但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替代中东石油。而且，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大部分都是通过灰色渠道，这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美国加大制裁力度，或者伊朗局势失控，这些石油贸易可能会中断，这对于中国的民营炼油厂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是，挑战之中也有机遇。首先，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伊贸易大量使用人民币结算，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其次，中国可以借此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中国斡旋下宣布恢复外交关系，这说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如果中国能够在伊朗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比如说推动和平谈判，那么中国的国际地位会进一步提升。再次，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中国一直在建设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经达到5.3亿桶，相当于90天的消费量。如果伊朗局势恶化，这些储备可以发挥缓冲作用。同时，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快新能源的发展，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对于中国长期的经济转型来说是一件好事。另外，中国还可以借此机会加强与中亚、俄罗斯等国的能源合作，比如说中亚的天然气管道、俄罗斯的石油管道，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能源进口的替代渠道。虽然运输成本会高一些，但从战略安全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第7部分，普通人会受到什么影响？聊了半天国家大事儿，咱们说说普通人会受到什么影响。你们可能会觉得伊朗离我们那么远，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跟你们说，关系大了。首先，油价上涨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你们开车加油，价格涨了，是不是心疼？就算你不开车，油价上涨也会导致物价上涨。为什么？因为商品运输需要油，运输成本上升，商家就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你会发现，去超市买东西，什么都涨价了。比如说，一袋大米从产地运到超市需要卡车运输，卡车需要烧油，油价涨了，运输成本就涨了，超市的进货价就涨了，卖给你的价格也就涨了，这就是连锁反应。其次，如果全球经济因为伊朗局势而陷入衰退，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受到影响。经济不好，企业就会裁员，找工作会更难。即使不裁员，工资增长也可能放缓，甚至下降。这对于我们这些打工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你们可能还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企业倒闭，很多人失业。虽然伊朗局势不太可能引发那么严重的危机，但如果真的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也不会小。特别是那些依赖出口的行业，比如制造业、贸易公司，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再次，如果你是做外贸的，特别是跟中东、欧洲有业务往来的，你可能会发现订单减少了。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国外的消费力下降，进口需求也会减少。如果你是做物流的，航运成本可能会上升，保险费也会上涨，利润空间会被压缩。当然，
也有一些行业可能会受益，比如说新能源行业。如果传统能源价格飙升，太阳能、风能这些清洁能源的竞争力就会增强。如果你是做相关行业的，可能会发现商机变多了。再比如说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价格通常会上涨。如果你有投资这些资产，可能会获得不错的收益。第8部分，局势会怎么发展？好了，聊了这么多，咱们来预测一下局势会怎么发展。当然，预测未来是很难的，但我可以根据现有的信息给大家分析几种可能的情景。第一种情景是伊朗稳住阵脚，度过危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毕竟类似的抗议，甚至更大规模的抗议，在过去几年伊朗都发生过，最终政府通过或软或硬的手段都平息了。伊朗政权虽然面临挑战，但基本盘还是稳固的。军队、革命卫队这些强力部门仍然效忠政府，反对派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而且外部的军事威胁有时候会起到反效果。当国家面临外敌的时候，内部矛盾可能会暂时搁置，一致对外。美国和以色列如果贸然发动军事打击，反而可能帮助伊朗政府团结民众。历史上，很多国家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内部都会变得更加团结。第二种情景是局势持续动荡，但不至于失控。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伊朗的经济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美国的制裁也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伊朗民众虽然有不满，但也不希望国家陷入内战。政府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比如说改善民生、打击腐败，通过温和的方式来缓解矛盾。同时，国际社会，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可能会发挥调解作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毕竟，一个稳定的伊朗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谁也不想看到中东地区陷入更大的混乱。联合国也可能会出面调停，寻求政治解决的方案。第三种情景是局势失控，爆发全面冲突。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或者伊朗内部发生政变，局势可能会急转直下。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或者伊朗的石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全球经济会受到严重冲击。这种情况虽然是最坏的，但我们也不得不防，因为国际政治有时候是很不可预测的，一个偶然事件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历史上很多战争都是因为误判或者意外而爆发的，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储，结果引发了全球大战。第9部分，我们该怎么办？聊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问，那我们该怎么办？作为普通人，我们确实很难直接影响国际局势，但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保护自己。首先，关注局势发展，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多关注一下新闻，了解一下最新的动态。如果局势真的恶化了，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储备一些必需品，调整投资组合等等。你们可以关注一些权威媒体的报道，比如新华社、央视、路透社、彭博社等等。不要只看自媒体的文章，因为有些文章为了博眼球，会夸大事实，甚至散布谣言。要学会辨别信息的真伪，不要被误导。其次，理性看待信息。现在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有些是为了流量而夸大其词，有些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故意误导。我们要学会辨别，不要轻信谣言，也不要盲目恐慌，多看看权威媒体，多听听不同观点，形成自己的判断。再次，做好个人财务规划。如果你们有余钱，可以考虑多元化投资，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可以适当配置一些避险资产，比如黄金。如果你们是做外贸的，可以考虑开拓多元化的市场，不要把所有业务都集中在一个地区。具体来说，如果你是投资者，可以考虑配置一些与能源相关的股票，因为油价上涨，这些公司的利润可能会增加。也可以考虑一些新能源公司的股票，因为从长远来看，传统能源的价格波动会加速新能源的发展。当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做决定。如果你是企业主，特别是做外贸的，可以考虑开拓新的市场，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比如说，如果你的主要客户在中东，可以考虑开发东南亚、拉美、非洲的市场，这样即使某个地区出现问题，你的业务也不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最后，保持乐观心态。虽然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我们也不用过于悲观。人类社会经历了无数次危机，但都挺过来了。我们要相信，
通过国际合作和理性对话，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即使短期内会有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流。第10部分总结。好了，今天咱们聊了很多关于伊朗局势的内容，从伊朗国内的经济困境，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重要性，再到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总的来说，伊朗的局势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能源安全、经济稳定的大问题。虽然短期来看，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紧张局势会持续一段时间，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也难以完全避免。作为普通人，我们虽然无法改变大局，但可以通过了解信息，做好准备来应对不确定性。同时，我们也要相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通过对话和合作，很多问题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太平，但我们不能因为害怕不确定性就停止前进。我们要学会在动荡中寻找机会，在危机中保持理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活出自己的精彩。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话题：阳光总在风雨后。虽然现在世界面临很多挑战，但只要我们保持信心，保持理性，保持善良，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迎来更好的明天。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如果你们对伊朗局势还有什么看法，或者对全球经济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